为什么仅凭这一个画面，就让龙叔文成为刃牙中最纯粹的男人？在刃牙这部强者如云的格斗世界里，龙叔文无疑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不像范马杰克那样依靠科技改变肉体，也不像刃牙那样天生自带外挂，而是仅凭一双插在裤兜里的手掌和那招快到撕裂空气的拔拳术，便在地下格斗史上刻下了30年不败的神话。他的不败战绩并非依靠钢筋铁骨，而是源于对武术几乎偏执的极致追求。他那标志性的插兜姿势不是装腔作势，而是向对手宣告，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多余的准备动作。那个永远保持插兜站姿、出手即取敌性命的身影，既是武者美学的巅峰，也是悲情英雄的绝唱。要读懂龙叔文的一生，便是要读懂一场关于尊严与骄傲的壮丽诗篇。与刃牙中其他人物不同的是，龙叔文出生于中国台湾，9岁时拜入文四海门下，展露出惊人的武学天赋。15岁时，他就已经横扫台湾所有正规格斗赛事，以绝对统治力将同代天才尽数踩在脚下，宣告了龙之时代的开启。后来在刃牙大擂台赛篇中，为了抵御以勇次郎为首的海外强敌，龙叔文作为中国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被郭海皇应邀出战。他的目标直指当时被捧为地表最自由的男人比斯凯特·奥利巴，一个拥有钢铁般肌肉与弹性防御的美国怪物。这场对决本质上是技巧派与肉体派的正面碰撞，两人的战斗没有多余的废话。开局的瞬间，龙叔文以快如闪电的拔拳术抢占先机，凌厉的攻势将奥利巴完全压制，彰显出技之极致。然而奥利巴绝非单纯的蛮力战士，他敏锐察觉到龙叔文内心深处最大的骄傲，那始终插在兜中的双手象征着他的不败尊严。于是奥利巴故意模仿龙叔文的插兜动作，甚至做出轻佻的嘲讽表情。这一举动彻底点燃了龙叔文内心的狂火，他放弃了冷静的游斗策略，转而以更加猛烈的正面强攻试图碾压对手。ハンドポケットに戻ったキックキー然而这种情绪化的进攻恰恰落入了对方的陷阱，奥利巴抓住破绽，以3记沉重的头锤彻底粉碎了龙叔文的红线。可即便指骨碎裂，视线模糊，在身躯轰然倒地的最后一刻，龙叔文仍用尽最后气力，将双手决然地插回口袋。他以这种近乎固执的姿态守住了作为狂人的最后尊严，连胜利者奥利巴也不禁为之动容，最后留下一句真是个潇洒的家伙。战败后的龙叔文被紧急送往了急救室，而他的故事也在大擂台篇中画上了句号。回顾龙叔文的一生，是一场对纯粹之际近乎偏执的求道，30年不败是他献给武道的辉煌祭文，而与奥利巴的那场悲壮死斗，则是他以血肉之躯写就的武者宣言。他或许不是刃牙世界中的战力天花板，但那始终插在兜中的双手，至死不肯倒下的背脊，早已将他永远定格在了强者的殿堂之中。龙叔文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倒下，而是即便倒下，也要用自己选择的方式。这便是狂人龙叔文留给所有观众最深刻的印象。